全世界都在长高，为何日本人越来越矮？2020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让日本人破防的文章。数据调查显示，19岁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连续10年上涨，已经达到175.7厘米，重回亚洲第一。而日本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72.06厘米，已经为隔壁的棒子反超，成了东亚吊车尾。日本网友很伤心啊，但没想到更伤心的还在后头。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数据，2021年17岁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0.8厘米，相比于30年前下降了0.1厘米，而此后差不多每年都在以0.1厘米每年的速度下降。照这样下去，再过30-40年，日本很可能又要重回那个被叫做倭国的时代了。全世界都在长高，为何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会越来越矮？是人种基因使然，还是有神秘力量在背后操控？日本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记载里，应该是《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100余国，以岁10来县。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几百个散装部落。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看到这些个小个子居然能远渡重洋来向大汉称臣，很是感动，便赐了他们一个汉倭奴国王金印。这东西后来被日本人奉为国宝，至今还珍藏在福冈博物馆里。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并不知道倭是个子矮小、低眉顺眼的意思。直到唐朝时期，日本开始大规模学习中国文化，这才发现倭奴听起来实在是不雅。于是公元702年，素天真人一行人借恭贺大唐平顶高丽的时机，向女皇武则天提出更改国号为日本，前后费时1年，才终于得到了唐朝的肯定。不过改个名字简单，想改变刻板印象却很难。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依然说日本国者，倭之别种也，意思就是在唐朝人眼里，甭管你叫什么，就是矮小的倭人。那么古代的日本人究竟矮到什么程度呢？根据日本东京大学的1972年发布的一篇考古研究，距今12000年前，日本原住民绳文人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59厘米，女性则为148厘米。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研究员平本天主说，他是通过关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人类大腿长度推测出来的。这个解释不能说是有理有据吧，至少也是想象力丰富，咱们就姑且一听吧。平本家注还说，在绳文时代之后，日本人的身高迎来了一波大上涨，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来到了日本岛，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优良的基因，还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因此日本男性的身高上升到了1.63米，女性则上升到了1.51米。但在这之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的身高一路下滑，到江户时代，日本男性平均身高已经缩水到了157.1厘米。实际上，考虑到日本人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个数据很可能还是美化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日本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名将丰臣秀吉，虎躯高达1.4米，传奇武士源义经身高更是传奇的1.32米，而幕府大将德川家康也不过1.56米。想象一下，这些日本猛男站在谋士诸葛亮面前，究竟谁才是武将？为啥古代日本人会越长越矮呢？日本学者说，主要赖中国。这话听起来很离谱，但日本人的逻辑很严密。他们说，自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以来，也是引进不少糟粕的部分，比如佛教。唐朝时期，佛教东渡到日本后，立即成为了日本天皇心中最时尚、最高级的宗教信仰。天皇为了彰显对佛祖的虔诚，不仅大修寺庙，还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禁肉令，搞得日本人没肉吃，久而久之，身材就越来越缩水。而除了日本学者的这个佛教背锅论以外，西方学者还提出了其他几种解释，比如因为日本人的祖先是从非洲大陆走出来的矮黑人种，基因决定了他们长不高，还有所谓的福斯特法则，也叫岛屿效应，指的是生活在小岛上的动物会因资源、环境的影响而逐渐缩小体型，比如普通猛犸象在小岛上会演变成侏儒猛犸象，蟒蛇、老虎也会变得小1号。这些理论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天注定的悲观色彩，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思路。1884年，年仅23岁的高桥义雄出版了著作《人种改良论》，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此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见识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进而产生了强烈的生存焦虑。高桥义雄在书中说，日本已处于优存劣灭的试验场，有关我们身心是否优劣的实验，将直接关系到子孙能否免于被残灭之祸。他不仅主张在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全盘西化，甚至还提出日本人应当和
西方人杂婚来提高人口素质。尽管这个思路未被官方直接采纳，但他在书中所提到的许多提高人口素质的方法受到了其老师福泽谕吉的高度评价。在福泽的指导下，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改变生活习俗和生育理念的革命。政府带头搞卫生运动，改变跪坐姿态，宣扬优生理念，提倡体育强国，以及最关键的大大增加了肉食在居民饮食中所占的比例。到了1937年，根据日本陆军文献记载，日本陆军的平均身高已经到达了165厘米，相比于之前长了差不多2厘米。然而随着战争的剧烈消耗，日本的平均身高很快又急剧下跌，到1948年又只剩下160厘米了。不过对于日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高桥义雄的杂婚理念即将迎来实践的好机会。二战后美军入驻日本，日本全社会可以说是敞开双腿，竭诚欢迎。日本政府甚至专门成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从全国各地征召了20多万年轻女子为美军提供性服务。除此之外，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仅被统计到的混血儿数量就多达20万。朝日新闻甚至还会报道各地的混血儿数量，像炫耀政绩一般的公布在报纸上。除了疯狂借种以外，日本还赶上了时代的东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有意将日本打造成补给基地，因此在日本建设了大量肉食品和罐头的生产工厂，并给日本人介绍了一个好东西——牛奶。1954年，日本政府颁布学校给食法，规定小学1到3年级学生每天由政府免费提供1份新鲜牛奶，除此之外还可享有免费营养午餐。这绝对是日本人1000多年来吃的最饱的一段时间。因此战后30年，日本人的身高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上涨。1980年，日本男性平均身高达到171.46厘米，女性则为158.52厘米。日本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日本人的身高也超过中国，成为东亚第一。然而沉醉在兴奋中的日本人怎么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朝他们袭来。1980年前后，一篇关于限制孕妇体重可以有效防止妊娠中毒症的论文突然引发日本社会广泛关注。这篇论文说如果胎儿过重，很可能在孕妇妊娠20周以后引发高血压升高和蛋白尿，进而导致严重的母婴并发症。而要避免这种危险，最好的方法是降低婴儿的体重，也就是说怀孕的母亲应当尽可能少吃一点。1981年，日本妇产科学协会参考当时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标准，为日本妇女制定了更严苛的指导方针。准妈妈们被告知要尽量生一个小一点的宝宝，然后把它养大。然而这个为保障母婴健康而推出的标准，却导致日本女性在怀孕期间无法摄入足够的营养。医学上一般把体重低于2500克的新生儿定义为低体重新生儿，这种小孩呼吸机能、代谢机能都有明显不足，容易染病，死亡率也比正常新生儿高得多。而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日本的低体重新生儿占比从 5.01% 暴涨到了 9.7%， 人口素质出现明显下滑。与此同时，人均身高也开始进入了失去的30年，眼看着自己被隔壁的中国和韩国追平超越。直到2018年，日本流行病学家森崎奈穗才发表论文，指出有1/5的日本女性在怀孕时体重过轻，这可能是日本人身高变矮的主要原因。但为时已晚，已经经过30多年的宣传，怀孕时应当控制体重已经成为日本女性的共识，想要扭转已经极其困难。再加上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白又瘦的审美，即便是孕妇吃太胖也会被认为是丑女。而反观提出孕妇要控制体重这个标准的美国，其女性肥胖率已经从1999年的 21.2% 上升到2022年的 43.8%。日本人一回头才发现自己被干爹忽悠瘸了。实际上现在再回过头看过去30年日本发生的很多事情，才能发现美国为了阉割这个小弟花了多大的功夫。从广场协议到半导体制裁，从娘化娱乐圈到鼓吹孕妇减重，几乎每一招都打在日本命门上。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